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3月15日，星期六，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过去15年以来呢，我一直从事着职业摄影师的工作。那么，为了摄影的艺术的追求啊，那么我来到了地中海啊。现在我生活在这个地中海的小镇。目前是一个半退休的状态。为什么是半退休呢？因为我的年龄其实还没有到退休啊，我才40岁出头。但是呢，我没有收入啊，所以就是半退休的状态。我之前呢，其实有过一个频道啊，主要是讲我的移民生活，还有就是投资理财的。我在上面也发了一些摄影相关的内容啊，有一些朋友呢也加了我，很可惜我没有坚持更新。那么我现在呢就是正式的重新再建立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呢以后只专注于做摄影内容的分享。那么干了15年的摄影师的工作啊，算是积累了一些对摄影的经验。那么我呢也会在我的频道里面毫无保留的真诚的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今天呢我们就先闲聊一个话题吧。现在都是2025年了啊，2025年了。那么还有朋友问我，他说我应该买摄影，我应该买那个单反还是微单啊？那么我今天就这个话题吧，我录一期就详细的聊一下。其实最早的时候索尼在10多年以前做微单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只有索尼阿尔法7第一台。这个是索尼第一台，我一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了，因为那台机器呢，它是索尼收购美能达以后，结合了美能达的一些技术资源，然后呢自己进行的研发的一个微单啊。那么索尼刚开始做这个微单的市场呢，它就是走的一个机器价格很低但是卖那个镜头配套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思路当时我还是一个摄影的初级选手，所以呢，我一看索尼相机的价钱很便宜我就去买了。那么当时呢，我就断言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是摄影师我是专门做那个 marketing 的，就做市场的。我当时就断言，我也在那个摄影的论坛里面和大家分享我就说，索尼相机未来一定会成为就是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看到就是你用一个索尼相机，大家会嘲笑你因为基本上是佳能和尼康的天下，而且这个美能达也是已经完蛋了，对吧？就索尼等于收购了它，所以大家就会嘲笑你我并不是就是自己用索尼相机，所以我去说想你索尼相机的一个好话我也是就仔细的比较下来的因为当时这个索尼它这个成色的风暴呢，它从那个设计上还有就是用的那个卡尔蔡司镜头上，那个时候就是它有这样的一种冲击力，就像后来这个手机时代，对吧？为什么像和这个徕卡相机合作的小米手机或者说那个之前华为也跟徕卡合作过那个时候这些品牌都是通过了和这些镜头名厂合作呢，取得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对吧？那么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那当中机器隔了很多代，并且呢，就是佳能、尼康这些厂商他们也按耐不住了也造了这个微单产品来和索尼进行竞争，对吧？来就是一起吃这一块蛋糕。
但其实现在摄影的整体的市场啊，其实比过去来说呢是变小的啊。一方面呢，手机占领了一大部分的市场，另外一方面呢，商业的摄影、平面的摄影啊的这种需求呢，比过去要来的少，要求呢比过去也来的要低，对吧？那么在我看来呢，就如果说啊预算比较偏紧的啊，就是你的预算不是很高，然后呢你又比较追求务实的拍摄的，对吧？并且呢你对摄像就是录像的需求不是很高的话呢，那我还是建议你买单反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微单所能够做到的功能啊，从拍摄上，基本上呢，它和单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单反都能做到，除了就是那个录像的功能。那录像的功能呢，像4K 啊，或者说6K 啊，或者说那个60帧、120帧啊这样的这种录像的功能呢，那其他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单反呢，它没有这样的功能。但是呢，在拍摄照片上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相反呢，单反呢，它还比就是微单呢，它有几个优势啊。首先呢，就是它的器材啊，整体来讲呢，单反它比微单呢，它要比较耐用一点啊。这个也是和它的构造有关系啊。就大部分的单反，就现在你去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一些单反，已经基本上是经历了无数的这个竞争的啊，都是专业级的或者准专业级的单反。那么它们的构造啊什么的，像如果在这种户外使用啊，都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括就是呃机器的就是强力的使用，机器发热，对吧？这种都能够没有什么问题，不太容易出故障。第二点呢，就是单反啊，我始终认为单反的这个 CMOS 啊，它的宽容度还有就是它的取景框因为单反的取景框是那个物理的取景，对吗？那个微单的取景主要是电子的取景，对吧？那么电子的取景呢，如果你长时间的看久了呢，其实你会有一些眼花的你眼睛看的没那么舒服，并且呢，它有一定的实质性。尽管就是时代不停的在进步，技术也不停的在变革，但这种实质性呢，其实对摄影来讲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就是你自己去比较体会。那微单呢，当然很多人也会说那拍的时候会有这种一黑一黑的感觉，对吧？快门这种一黑一黑的感觉。但是呢，整体就是你看这种光学取景器、物理的这种取景器，你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要比微单来的要爽很多以前过去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一个明亮的取景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的话，为什么大家还会去买那些旁轴相机上面，对吧？会额外多出来的那种取景器，那样的一个取景器的价格像什么徕卡呀、蔡司这些旁轴上面，它的价格一个取景器都可以买一台相机了，对吧？所以这个取景器呢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当然了，如果说在体积上和这个摄像功能上来说呢，那当然买微单呢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微单的体积它比这个单反要小很多。如果是进行这种轻量的拍摄，或者说随身携带的这种拍摄或者说这种旅行的拍摄家庭的这种拍摄，那么拿一台微单可以多放2只镜头并且呢就是录像的功能它的这些
现在录像的功能也很多啊，什么防抖啊，什么就是旋转的这种屏幕啊，自拍啊，对吧？就它能多出很多这种额外的啊，看起来更实用的一些功能。但是呢，微单呢，如果说啊你拍摄量巨大的话，那么你这个用电啊、电池各个方面什么的，对吧？这个你肯定没有单反来的那么好，并且呢，微单现在的这种镜头啊，它的价格也比就是过去单反现在的这些镜头呢要来的贵很多啊。像过去啊，就是在单反时代的时候，像比如说佳能、尼康这些专业镜头啊，像佳能的红圈啊，尼康的金圈啊，就是跟现在微单的啊这些专业的镜头价格是一样的。但是像到了这个时代呢，啊，现在的这些镜头呢，其实也都是过去非常好的一些镜头，价格只有现在的一半啊，甚至更少，可能只有1/3的价格。那如果说同样的啊，较少的预算买一台这个单反，再买几支比较专业的镜头，那么可能价格只有买微单的一半，但是取得的效果，除了在摄像功能上是略微欠缺的，啊，在摄影功能上是几乎一样的，甚至有可能在操作上，在这种持久工作上还要更强力一些，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啊，他还是会说，那为什么就是大家还要去用微单呢，对吧？如果就你把这个单反说的那么好的话，我认为这个和相机公司的一些策略呢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当一个时代降临了，对吧？就像我们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佳能啊或者什么啊，他评价一台产品的时候，他宣传一台产品的时候，他会说啊，伍迪 S 是一台画神啊，就是画质之神的意思啊。那他就会集中力量去宣传，让你觉得啊这个相机是很好。那么现在呢，又换到了一个微单的时代啊。那么大家又觉得好像过去单反去跟现在的微单竞争，对吧？那么大家觉得力不从心啊。单反的这些老用户们已经很多了啊，他不太会再去频繁的更新单反，因为单反的发展呢，已经走到了一个可以说很难再向上质的提升的地步啊，因为它的 CMOS 啊就这么大，除非你再去造一台更大的机器，或者像现在哈苏啊或者什么，他们又新诞生的中画幅的这个市场，对吧？就是以这种44×33啊这种残缺的中画幅的啊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比单反过去的市场要来的更进一步在画质上。那么像这样的市场呢，毕竟不是一个大众的市场，买的人相对来说呢是发烧友啊，就普通的玩家可能是不太会去买的，对吧？所以呢啊，他们会集中力量去做这个微单的上面的这种宣传。那么我们每个人啊，就不可避免的铺天盖地的呢看到是各种 KOL 啊，各种厂商的广告啊，啊，各种说这种微单产品的优点。那么这些镜头呢，确实啊，比起过去的那些单反的镜头呢，也是有一定质量的提升的，对吧？在锐度上啊，在一些材料的运用上是略微有改进的。但是老玩家们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像徕卡品牌，现在呢，它今年推出了50啊，去年推出了51.2，今年推出了51.4，都是走的过去的复刻过去时代的这些镜头，反而这些镜头呢是受到了热烈的追捧。那么这个也是啊，就是摄影的长久以来大家有这种门派之争，对吧？就是有些人他是玩素质的啊，他说这个素质就摄影的锐度啊、色彩的丰富度啊，对吧？他们都玩这种镜头的这种素质。有些人呢，他是玩味道的啊。所谓的味道呢，就是一种感觉啊。现在的镜头它
过于完美，但达不到老的镜头啊有一些那种特殊的韵味，可能在一种啊，比如说落光啊，或者说啊一种某种色彩啊，比如说拍绿啊、拍红啊、拍蓝啊，或者说啊雨天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定的氛围之下，啊，它阐述了这一种效果啊。那么无数的老玩家呢，就为这种效果所着迷。所以呢，我觉得在老的镜头啊和现有的新的镜头之间来比较呢，也是各有各的风格的啊，好吧？那个这个呢是就坐在海边啊，今天开这个频道我就先随便的录一期啊，希望大家喜欢，谢谢。